大家好，我是专注健康美食的优公主。鸡胸肉是高蛋白低脂的优质肉类，但很容易就做的干柴。今天我们来介绍2个非常简单的嫩煎鸡胸肉的做法，掌握几个小技巧，让鸡胸肉水嫩又美味。视频最后我还会介绍一个跟鸡胸肉非常般配的酸奶酱，让它口感更加的丰富。好了，我们开始做吧。首先你需要有一块鸡胸肉，我们先用厨房纸把它表面的水分吸干，这是为了让它在煎的时候更容易被上色。我们可以看到鸡胸肉的厚度是不均匀的，为了让它能够受热均匀，我们最简单的办法就是把它切成厚度均匀的小块，这样呢也可以减少加热的时间。还有一个我很喜欢的方法，把鸡胸肉用保鲜膜包上，把厚的地方呢向外沿这样敲一敲，这样把它扁的厚度均匀。除了帮助受热均匀呢，敲打也会让它的肉质更嫩。好，接下来我们来腌制。调料非常简单，两面呢都撒上盐和黑胡椒粉，把它涂抹均匀，然后腌制半小时左右。接下来就可以开始煎了。注意呢，一定要先把锅给烧烫了，然后我们在锅底铺上少量的油，把鸡胸肉放下去。高温下锅呢，它的水分才能够最大程度的被锁住。根据厚度，每一面煎4到6分钟，翻1次面就可以了，不要频繁的翻。我大概煎了4分半钟，翻面。看，煎好的这一面已经在梅拉德反应之下形成了漂亮的焦黄色，并且散发出了诱人的香味。这一面我们也是同样用中到大火煎差不多的时间。当你按压它感觉到比较实，基本全熟或者是接近全熟，就可以出锅了。不过现在先不要吃它，我们再让它静置几分钟，利用它内部的余热，再缓慢地把自己给搞到全熟。如果我们煎得太久呢，肉就会因为失水过多而干柴。这样做就可以尽量减少烹饪的时间，可以最大化地保留它的汁水。好，然后我们可以给它切块。来看看中间的汁水，保留的是非常多的，这样吃起来呢就不会干柴了。虽然它的调味很简单，但是香味特别的诱人。就这么简单，我们就可以开吃了。接下来我们来看第2种做法。鸡胸肉切块之后，跟刚才一样，用盐和黑胡椒腌制半小时。一会儿呢我们会加酱汁，所以这里的盐稍微少放一些。这次我们通过加更多的酱料，给鸡胸肉增加一些风味。先来加1大勺水，如果有高汤更好。1勺生抽酱油，1小勺老抽上色，1小勺蚝油，少量的姜末、蒜末，再加上小半个柠檬汁，最后再来1勺淀粉，搅拌均匀，放到一旁备用。接下来我们开始煎，同样呢也是先把锅给烧热，放少量的油。这次我们先中到大火，每一面各煎2到3分钟，不用煎熟，让它上色就好。然后呢倒入刚才我们做的酱汁，关到中小火，盖上锅盖焖3分钟左右。然后我们再把肉给翻一翻，让它们都均匀地裹上这个酱汁。这些酱料呢，除了增添味道，也能够让肉更嫩。同样的，不要烹饪太长的时间，差不多我们再翻个2分钟，再开个大火，把汁基本收干之后，就可以关火出锅了。这个配方风味浓郁，非常的好吃，并且它的调味料都是低热量的，不会带来额外的热量负担。这2种做法，你更喜欢哪一种呢？最后我们再来做一个和鸡胸肉绝配的酸奶酱料。这是非常健康的，没有加糖和添加剂的高蛋白希腊酸奶。我们来加入2大勺，然后撒一点黑胡椒粉，加一小点橄榄油，一些切碎的小葱。这些调料呢基本就可以了。你还可以选择性的加一些蒜泥，或者我这个用的是1小勺大蒜粉，以及1小勺洋葱粉，还有你喜欢的香料，我这里加的是迷迭香和百里香，把它混合均匀就完成了。鸡胸肉和酸味非常搭，把它跟这个酸奶酱料搭配起来吃，又增添了一些滑嫩的口感以及独特的风味。
大家喜欢的话，不要忘了帮我点赞哦。最后呢，照例说一下吃不胖的营养搭配，我这里拿女生的饭量来作为示范，拳头大小的鸡胸肉，配上差不多分量的杂粮饭，再加上丰富的蔬菜，就是美味可口、营养均衡的一顿饭了。好了，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，欢迎大家留言告诉我你们做的效果。感谢大家的观看，我是优公主，关注我，让健康的饮食成就更好的你。我们下期见。